在收到癌症诊断书之前，我当了20多年的窝囊受气包，如今要死了，干脆直接放飞。爸爸卖了我的猫，我转头煮了他几万块的金龙鱼。男朋友和闺蜜搞在一起，还发喜帖挑衅。我穿着青蛙服在婚礼上跳舞，让我们恭喜这对渣人把我绿了。女领导故意针对，还向总裁告状。我一手摸总裁腹肌，一边胡言乱语，老公怕怕。谁知总裁却直指女领导，道歉。拿着确诊书的时候，我2只手都在抖。医生叹了一口气，你这情况不容乐观，大多数患者都活不过1年，建议你做一下病理，然后定期复查。哎，真不好说，该吃吃该喝喝吧，心情最重要。不过耳边一阵轰鸣，后面的话我几乎都听不清了。双腿如灌铅般拖到商场门口时，2个纠缠在一起的熟悉身影闯入我的视线。我抬头看去，侯诚然正搂着我闺蜜艾米的腰，笑容肆意。我早就不喜欢那个老女人了，她哪有你骚啊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小浪蹄子。悲伤几乎被双重背叛的怒火冲散。侯诚然，我怒吼一声，朝着他冲上去，却被反应过来的他一把推在地上。雨后的积水溅了我一脸，模糊了视线，2个人的嘲笑声在耳膜里萦绕。你知道了正好，正是通知你，我甩了你。艾米捂着肚子笑，哈哈哈，你看他像不像一条狗，好不好笑？哈哈哈，真好笑。我对艾米掏心掏肺，又当了侯诚然3年的舔狗，到头来就换了这样的结果。看着2个人依偎着扬长而去的背影，又看了眼不时闪烁的手机屏幕。部门主管陈丽的消息不断弹出，全是艾特我的污言秽语。杨瑶瑶，我说过，就算下班了也必须回复收到，你是狗耳朵吗？听不懂人话。我看你就是狗屎，是狗屎在哪都会发臭，你干脆烂厕所算了。你是龙还是虾？明天上班你等着。我麻木地捡起手机，又麻木地按通了妈妈的来电。怒吼声接踵而来，你弟的房子首付还差20万，你一个女孩子要钱也没用，你把存款打我们账户上，快点，别墨迹。心口被什么堵得紧紧的喘不过气，我就像一只随时要爆炸的极限气球。所以我这一生都在忙些什么？前20多年我基本都在为别人而活，我又换来了什么？窝窝囊囊的活着，窝窝囊囊的死。肚子传来咕咕的声音，我抬头看了一眼华丽的蛋糕橱窗，可是却没有买的勇气。我前20多年都是灰暗的，爸妈对我向来崇尚苦难教育，以至于20多岁了，我都不敢随便乱花1分钱。他们最喜欢没苦也要制造苦来吃的行为，再来绑架我，他们有多不容易？明明家里有空调，却非要说他们那年代没空调也过来了，热得中暑了，再在我面前抱怨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们根本不用受这些罪。明明我可以住校，他们却宁愿我坐2个小时的公交，也不愿白交住宿费，还苦巴巴地教育我，现在不吃学习的苦，将来吃生活的苦。可我每天来回浪费在路上的时候都比别人多，严重的睡眠不足让我课上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。成绩一落千丈的时候，他们又来指责我辜负他们的付出，是个白眼狼。全家去旅游时，妈妈会特意给我买无座绿皮火车，由着别人把我当个转桌一样挤来挤去。可他们却带着弟弟住在卧铺，还美其名曰我之前吃过的苦你也要吃一遍，这样你以后就抗压了，没有困难，咱们制造困难也要上。我没觉得抗压，我只觉得我再也不想旅游了，我不配。在家我就像个租客，弟弟总是说家里的所有早晚都是他的，一言不合就指着我的鼻子叫嚣，这是他的房子，叫我滚出去。高中同学生日时，我分到一块看起来很高级的生日蛋糕，我舍不得吃，小心翼翼地带回家和他们分享。正当我开心地将蛋糕递给妈妈时，她瞬间黑了脸。你很开心是吗？成天就知道享乐，你看看我们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在外累死累活，你心里不愧疚吗？我不明白蛋糕为什么会和苦累联系在一起。我委屈地解释，这是同学生日送我的。他好像很看不得我开心的表情，尖锐的声音在我耳边嘶吼，是你们花样可多，我们那年代谁过生日有个鸡蛋吃就不错了，咱家什么条件你还不知道努力，成天心思都没放正处，写作业去。我以为是蛋糕错了，可当我上厕所的时候，却看见弟弟捧着那块蛋糕吃得香甜。妈妈摸着他的头发怜惜道，你喜欢吃的话，妈再给你买一个。后来我才知道姥姥也是这么对妈妈的。蛋糕没错，开心也没错，错在我不该开心，他以前过得不快乐，所以我也该如此。工作后就算我的工资能买几百块蛋糕，我也不敢再买一次。家里所有的钱都是用来贴补弟弟的，但凡多花1分，伴随而来的就是他们抱怨自己有多不容易，我有多败家的谴责。我被他们强加的愧疚感裹挟压抑，直到生癌，直到快要死亡，他们还是不满意。所以呢，我现在都已经要死了，他们又不会陪我去死，我凭什么还要处处忍让他们？接下来的日子我要为自己而活。我指着橱窗里的蛋糕，全要了。
敲开家门的时候，我2只手都挂满了蛋糕盒子。我妈一见这阵仗，直接就骂了起来：你个天杀的，你怎么买这么多这么贵的东西？你要死啊！你弟的房子还没买，你这样浪费钱。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叉子都不用，抓起蛋糕就往嘴里塞得满满的，以至于说话都说不清楚。你管我？我想吃就吃，我不仅现在吃，我以后每天也要吃，我要把前20几年没吃的全吃了。从未见过我反抗过一句的妈妈一听这话，拍着大腿：你个自私鬼，吃完好死是吧？之前跟你说的话都到耳旁风。哎呦喂，你个老不死的，你自己看看你的好女儿。爸爸一阵风似的从卧室窜出来，手里还拿着皮带。这条皮带几乎是贯穿我童年的恐惧，每次不如他们意，迎接我的必定是一顿抽。小时候，姑姑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个玩具，从未拥有过玩具的我，把它当作宝一样。可弟弟把自己的摔坏了之后，就来抢我的。我不愿意，争抢之中，2个人双双摔在地上，弟弟闭着眼睛哭嚎。爸爸不由分说，拿起皮带就疯狂抽我，直到我身上皮开肉绽，1个星期都没法碰水。在他们的眼里，我是姐姐，就该让出一切。后来我大了，我妈一受益，我爸还是会打，边打边骂：你的血你的肉都是我的，我想打你就打你，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了。可我现在要死了，我再也不会当受气包了。皮带甩过来的瞬间，我伸手紧紧拽住，塞满蛋糕的嘴巴怒吼时喷了爸爸一脸。我都这么大了，你还打我？你把我当人看了吗？他没想到我会反抗，抹了一把脸上的奶油。你反了天了，棍棒底下出孝子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。呸！我又吐了一口。我不仅反了天了，我还要挖祖坟，看看是哪个老狗传下来这么个只打女孩不打男孩的规矩。说完，手中猛地一用力，便将皮带抢了过来，力气大地差点将他拽倒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转身走进厨房，拿起菜刀扔在地上。从此以后，我自己挣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你们要么给我憋着，要么一刀给我砍死。他俩还愣在原地，我已经啪一声将卧室门关上。我以为他们还会继续纠缠，可往常没理也要变3分的他们反而一声不吭。我知道，或许又在琢磨折磨我的新方法。一进卧室，我养的布偶猫饭团就迎了上来蹭我的大腿，眼眶有些气气的。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日子，可能也只有这只猫在乎我了。一夜无眠，第2天我起了个大早，一向不注重打扮的我疯狂刷卡，不仅找人给我化了妆，还买了几套以前只敢看的衣服。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我，简直就像换了个人，连上班我都是神采奕奕。刚走到办公室门口，陈丽已经站在那里等不及骂我了：你特么瞎吗？昨天给你发的信息也不回，猪都比你有用。今天陪总裁来视察，我吩咐了所有人早到半个小时，你看不懂是吧？我瞪了他一眼，然后自顾自坐进了工位。一群同事一窝蜂围了上来。瑶瑶，这个打印一下。瑶瑶，我没时间，这个文档中午前叫对了给我。瑶瑶，给我冲杯咖啡去。是的，在这个公司，我明明和他们同等的地位，可这群人却把我当作最下贱的劳动力，不想干的活都给我干，不愿意背的锅都给我背。每个月数我业绩最好，可开会的时候却还是拿我杀鸡儆猴，我就是最好欺负的下层。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下，我习惯了忍耐，根本不敢反抗。我怕得罪他们，我怕他们讨厌我孤立我。我总觉得再吃点苦就能看到光芒。事实上，只要能吃苦，就有吃不完的苦。就像余华老师说的，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的，苦难就是苦难，它不会带来成功，也不值得追求。磨练意志是因为苦难无法避开，所以苦难教育根本就他妈是扯淡，谁愿意吃谁吃。我一把将桌子上的文件全都掀翻，在漫天飞舞的 A4 纸中对着他们吼：你们他妈的都是干什么吃的？都让我干，公司养我一个人不就行了？你们赶紧收拾东西，各回个家，各找个妈去，还是我是你们妈呀？啊，傻逼，你们都是大傻逼。所有人目瞪口呆，陈丽正好从门口进来，张开嘴正准备说什么，我的手一下转向他：你特么闭嘴，你就是最大的傻逼。我本打算骂完大不了滚蛋，没想到那些厚着脸皮麻烦我的同事纷纷又围过来，一边拿走自己的东西，一边嘴上还不断说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陈丽看了我一眼，跺着脚走出了办公室。我就这样安然无恙地坐回工位，继续敲键盘。有同事路过我的面前，我刚准备瞪他，他拿起我的咖啡杯：姚姐，我给你倒杯咖啡。说完一溜烟跑了。所以当我什么都不顾的时候，事情反而轻易解决了。刚消停一会，手机屏幕不断亮起，一看内容我就头疼不已。杨宝贝，出来跟我吃个饭，我就下订单了。当然你要是不喜欢吃饭，我们可以直接订酒店，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就找其他人了下订单了哦。这个客户上次在我这里完成过订单，可合作过一次之后，他就得寸进尺，一直信息骚扰我，话里话外都是在暗示潜规则。为了业绩，我一忍再忍，
现在居然发展到用订单来威胁我，反正要死了，爱谁谁，先骂了再说。我拨通了他的电话，他还以为我妥协了，拖着长长的气泡音：杨宝贝，杨你妈宝贝，我他妈是狼，一口把你爸骨灰盒吃了。我知道你家在哪，我现在就打飞的过去，请你媳妇吃饭，菜单就是你他妈的骚扰信息。他一下就慌张起来，杨小姐息怒，随后又找不，我现在就下订单，双倍，咱们有事好好说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还愣在原地，反应不过来。意料之外，放飞自我之后，又解决了一件难事，所以我之前受的气就是特么的冤啊！从现在起，谁惹我，我就干谁。同事的议论在耳底响起，他是不是被夺舍了？反正我是不敢惹，还是闭嘴吧。正洋洋得意时，陈丽踩着高跟鞋来到我工位前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他趾高气扬：杨瑶瑶，你不服管教，和公司理念不符，可以滚了。我怕吗？我根本不怕。我呵呵一笑，我凭什么滚？你算老几啊？还公司理念不符？我还说和公司八字不合呢。从你开始接手主管之后，业绩一路下滑，把小组搞得跟一坨大便一样，你们就是蛆。我刚还谈成了一笔大生意，你呢？你还好意思说？陈丽嘴角抽搐，别在这跟劳资牛，这是陈经理决定的，他想让你滚就让你滚。我叉着腰，谁都不服。哟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秃头陈经理在地下车库摇一晚上车的事，告诉你，陈经理他老婆200斤，撕起小三来可猛了，你这小身板都不够他抡一拳的。办公室议论声顿时轰然一片，陈丽的胸膛被气得剧烈起伏，两只眼瞪得溜圆。下一秒，议论声戛然而止，空气瞬间凝结，所有人抬头向门口看去。门口，裴总裁正靠在门框上，脸色凝重地看着里面的闹剧。陈丽一见这情况，仗着那一身绿茶的演技，正义凛然指责我，屡次顶撞，你就是藐视领导。藐视领导？那我还真就藐视看看了。反正都要死了，有些事现在不做，将来就没机会做了。我几大步向门口走去，做了1秒心理建设之后，伸手摸上了裴宁的腹肌，顺势贴上去。老公怕怕，好结实，好好摸，和传言一样的身材好。这辈子还没做过变态，今天圆梦了。裴宁的脸立急红了，声音带着怒气：杨瑶瑶，你要干什么？陈丽一脸得意，等着看我的笑话。我悠悠道：我要干你们所有人。Section。裴宁一愣，指着陈丽重重开口：陈丽，道歉。裴宁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痛批陈丽的种种恶行。这个项目之前成绩还是不错的，如今除了杨瑶瑶的业绩能看之外，你们都在做什么？吃白饭吗？陈丽，听说项目经理是你表舅啊？你还和陈经理有点渊源，怪不得你没经验也能上呢，连我都想佩服你。每天就抓考勤，也没见你搞出成效啊，3流手段，3流成果。陈丽低着头，一声不敢吭，喃喃了一句：总裁我错了。裴宁冷哼一声：那你去看仓库冷静冷静吧。陈丽不满地抬头：看仓库？裴总裁，起码我大小也算个管理吧，公司哪个人不卖我面子？您这样做会让人心动荡的。裴宁嘴角扬起一丝玩味的笑容。哦，你在威胁我吗？我横插一嘴：总裁，他的意思是他要你连那些裙带一起处理了。不是，陈丽忙解释。裴宁却点点头。杨瑶瑶说的对，那就这样决定了。他站起身审视着我：你不是要干所有人吗？给你个机会，你做这个主管，谁吃白饭你干谁，当然我除外。说完他就起身走出了会议室，根本不容陈丽解释的机会。没一会，人事就过来找他走流程，而我莫名升职又加薪了，嘿嘿，真是意外之喜。本以为裴宁和陈丽是一丘之貉，现在看来还挺好的。肌肉发达，眉清目秀，秀外慧中，中意得很。虽然剩下的日子不足1年，但我好像已经找到了最自在的活法。谁惹我，我干谁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给饭团带了好几个猫罐头，却发现怎么换它都不出现。我将家里的每个角落都翻了一遍，依旧没有踪迹。因为昨晚的事，爸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脸色很难看。我冲过去质问：爸妈，我的猫呢？妈妈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：弄个畜生把家里成天搞得乌烟瘴气的，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吃，有养猫那个钱，你给你弟买点东西不好吗？又是这句话，我真是听够了。你把它怎么了？是不是你们搞的鬼？说呀！我跳上茶几，直接蹦了起来。我爸情绪激动：你想干啥？你还想打你妈呀？我把它卖了，以后咱们家不准出现这个玩意儿。卖了？陪伴我这么多年的伙伴，居然擅自就被他卖了。爸爸半点悔意都没有，还在指挥我赶紧做饭，我们都还没吃呢。说完，他们走进卧室，啪一声关上了门。好，大家都别好过。
我一头钻进了厨房，不一会就端着一盘鱼喊他们吃饭。爸爸尝了一块，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今天这鱼做得不错，看来以后还是得多骂骂你，敲打你才能进步。我坐在旁边，嘴角含笑。妈妈首先起了疑问，这鱼样子倒是少见，哎，咱家不是没买鱼吗？哪来的鱼？爸爸哈哈一笑，倒是和我的金龙鱼长得很像。说着，他就探着头去看他的宝贝金龙鱼。鱼缸里空无一物。我爸惊了一下，坐起来。我的金龙鱼呢？我那几万块的金龙鱼呢？跳缸了吗？我回答没有。他舒了一口气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跳你肚子里了？什么？你说这鱼？我爸从没蹦过这么高，像蚂蚱一样一上一下。他叫得撕心裂肺，那可是我的命根子啊！你居然把它煮了，你不是要我的命吗？难道你不该开心吗？这鱼倒是能吃，就做给你吃啊！有养鱼这个钱，给我买东西不好吗？我妈气得直抖。你真是能耐了，你爸的宠物也敢杀了，接下来是不是敢杀我们了？我冷着眼腾一下站起来，疯狂划拉着自己的头发，开始怒吼：没有饭团，我不活了！嘎了，把你们全都嘎了，一个都别想好过！我绕着客厅爬行了一周，举起椅子将鱼缸砸得粉碎。嘎了，都嘎了，把你们冲进下水道，发烂发臭。最后我爸愣着说是表妹来了家里，说这猫好看，白嫖走了。呵呵，又是这出。我的爸妈好像从来不知道尊重是什么，从前他们就喜欢拿我做人情，我永远忘不了。我辛辛苦苦用早餐钱收集来的漫画书，就因为表妹说想要，他们根本就不问我意见，直接送给了她。我撕心裂肺的哭，还被舅妈说小气。舅妈向来看不起我妈，只要搭话便是冷嘲热讽，总在我妈面前炫耀表妹如何厉害。我妈有气憋在心里，却不吭声，等他们一走，就将所有的气都撒在我身上。是我不争气，才害她受气。我们家的苦难，她的委屈，只有我是罪魁祸首。我扯着他们就往表妹家去，一敲开门就看见客厅里表妹正抓着饭团的尾巴。饭团因为惊吓，毛整个都竖了起来，表妹还哈哈大笑。住手！我冲了过去，将饭团紧紧搂在怀里。舅妈阴阳怪气地叫了一声：哎呦，吼那么大声干什么？还以为多大事呢。我怀中安抚饭团，愤愤地盯着他们。你们凭什么拿走我的猫？问过我了吗？不问自取就是偷。舅妈一脸无所谓，不就一个畜生，又不值钱，至于吗？我妈还在附和，确实不至于，这个丫头犟，你们别管她。我直接开队，住嘴，帮不上忙你别开枪，装什么大明白？私下里骂他们爱显摆的贱人的不是你，你哥这装什么好亲戚呢？你俩互相谁又看得起谁，不都恨不得对方早点死？我爸急了，瑶瑶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跺着脚，闭嘴，全都闭嘴！强盗都是强盗，我等会就报警把你们全抓起来。见我分毫不让，表妹还一副大度的模样。还你还你，我不比你强得多，想买一只猫不是绰绰有余，不稀罕这死猫。真的，有些话本来不想说的，但现在也没必要带到棺材里。我嘲讽地看向表妹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。哟，你裸贷还完了？一语落地，舅妈疑惑地重复了一句：裸贷。表妹的表情瞬间从自信变得慌乱，急得要捂我的嘴，越捂我越要说：你打胎后身体恢复怎么样？当初你怀了渣男的孩子，人家连打胎钱都不给你，还是我借你的。哦，忘了，当初这事你求我别告诉你爸妈，你看我嘴多严啊，现在才说。舅妈的音调立刻拔高了好几度。打胎？表妹急得支支吾吾。舅妈揪起她的耳朵，立刻开始盘问，而我爸妈在旁边偷笑的嘴都合不上。这些年来，表妹的优秀只是表面繁荣，不堪一击，可顾及姐妹情面，该瞒我都替她瞒着，谁知她还得寸进尺。现在我觉得什么情面，什么姐妹之情，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对舅妈的这场压制，让爸妈高兴了好几天，也不再主动找我麻烦了。我躺在床上发呆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裴宁的信息。工作还适应吗？我思索了一下，回他：你是问业绩还是骂人？3秒后他回复：都有。炉火纯青，得心应手。良久，他又发来信息：明天休息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就这间隙，我又收到了一条短信。细细看完之后，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，居然是侯成然和那个小三的结婚请柬。这2个渣男贱女背叛我不算，还公然挑衅我。我一字一句，给前男友的婚礼增添一抹色彩。别人参加前男友的婚礼，不是穿着漂亮礼服碾压新娘，就是穿着婚纱抢风头。要换以前窝囊废的我，可能会随上一大笔礼金，然后坐在最角落的位置哭唧唧。可现在我就不一样了，在新娘走向新郎的时候，我穿着一身绿的青蛙玩偶服冲上舞台，跳起了舞，边跳还边喊：
让我们恭喜这对渣人把我绿了。等所有人目光投来的时候，我一把抢过司仪的话筒。他们一个是我闺蜜，一个是我前男友，勾搭在一起了，多不容易啊！让我们恭喜这2位贱人，臭味相投，烂锅配烂盖。不少人都举起手机拍照，艾米急得直蹦。杨，你在干什么？侯成然攥起拳头就朝我冲过来，就在离我还有1拳的距离，裴宁一个箭步跳上舞台，挡在我面前，一掌推了侯成然一个大马趴。在宾客的大笑声中，我疑惑地抬头，你怎么来了？裴宁费劲地从青蛙嘴巴里看向我，笑了。我只是好奇是什么颜色，原来是绿色。眼见讨不到半点好处，侯成然爬起来就找艾米出气。你个显眼包，我都说别让他来吧，现在亲戚都看到了，你不要脸我还要脸。艾米眼眶湿红，我真没想到他会来这出，我不就是想羞辱他一下吗？侯成然将胸花一把拽下，扔在地上。这回你结吧，我不结了。最后舞台上站着的只剩下我和裴宁，还有一脸懵逼的司仪。是裴宁送我回的家，一路上他都露着意味不明的笑。刚走到楼梯道，空气中的菜香就扑鼻而来，一推门，饭桌上摆满了各种硬菜，红烧肉、红烧鱼、海鲜。不用想，只有弟弟回来的时候才有这待遇。果不其然，我刚换好拖鞋，就与沙发上葛优瘫的弟弟四目相对。他望了我一眼，指了指卫生间的脏衣服，去把我衣服洗了。语气如此的理所当然，说完又低头继续玩手机。凭什么？我质问他。他震惊地抬头。我妈说了，这都是女人该干的活呀，干这么久了你还没觉悟，这回来问我你是不是想偷懒？我呵呵一笑，拎起一瓶酒精酒走进了卫生间，把所有衣服拢到一个不锈钢盆里后，倒上酒精，直接一把火点了。去特么的女孩就该干活，去特么的姐姐就该无条件照顾弟弟，全都一把火烧了。没一会，烟就弥漫了出去，弟弟小碎步地朝着起烟点奔来。看到眼前的一幕时，他蹦得比我爸还高。你在发什么疯？我靠在墙边，冷淡地看着火苗不断舔舐着盆里的那团。我不洗，反正也没人洗，那就一把火全烧了吧。他尖叫着，这可是牌子的呀，我刚买的，就穿了一次。我呵呵一笑，没事，烧了地底下你省得买了，反正你没长手又不洗，烧了总比发烂发臭好吧？还有什么没用的东西吗？趁着还有火，一块全烧了。我上下审视了他一眼，我看你最没用，我不介意帮你一把。我妈循着声音找了过来，急忙拎起水管将火浇灭，然后拉过我弟。他不知道最近是吃错什么药，疯得很，你别惹他了。我跟在屁股后面喊，对，我疯了，还不知道这个家到底谁是正常人。我妈边溜边安抚起弟弟，你女朋友等会就过来了，这会吵架对你没什么好处，算了。女朋友？呵呵，弟弟女朋友要来家里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啊，这群人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家人，那就一起毁灭吧。当弟弟女朋友拎着礼品上门时，妈妈的嘴都咧烂了。本来看着那女孩老实的模样，我只顾扒饭，什么话都没说的。那女孩看我狼吞虎咽的模样，几次望过来，我妈忙拉起她的手。我儿子他从小到大就省心，听话乖巧懂事，不像他那个姐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手中的动作停滞，啪一声将筷子摔在桌子上。踩一捧一是吧？对，省心。我弟好吃懒做，什么都需要别人伺候，弟媳一来直接开启保姆模式，可不省心吗？12岁他趴人家窗户偷看人家女孩洗澡，被打得像猪头一样，还是我领回来的。上了大一搞什么校园贷，一次点2个女模，还是我去警察局交的罚款，一屁股债都是我还的。不要脸，撬室友女朋友，和室友打架还打不过，被人家打断3根肋骨，我请假1周，跟伺候大爷一样在医院伺候他。弟媳一进门就直接进入地狱模式，堪称无辈楷模，你可不省心吗？我滔滔不绝，我地下的直结巴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没有。我妈也将桌子拍得噔噔响。你能不能闭嘴？那女孩将疑惑的眼神投向我的时候，我瞬间示意，信我。她没做犹豫，站起身来。我家煤气应该泄漏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弟弟慌慌张张，不是，你别听他瞎说。可他已经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弟那只细狗还捏紧拳头准备来揍我，被我妈拦住了。咱们还指望他给你钱呢，算了，你先把姑娘追回来呀。他不甘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朝门口跑去。我擦了一把嘴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随时拿去。一听这话，我妈就像炸毛的猫。我辛苦养育你，你就这么报答我的？爸妈老了，你养是天经地义的，家里快没钱买菜了，赶紧转钱给我们。自从工作后，家里的开销基本都是我在出，无怨无悔。换来的不是家人的理解，而是变本加厉的剥削。别人工作之后经济自由，我工作之后却要养全家。养育之恩是吧？我还他们。我去了趟超市，买了几大袋土豆，
全都一股脑倒在了厨房地板上。我妈都傻了眼，你买这么多土豆干什么？我踢了一脚灰扑扑的土豆堆。从今天起，早上吃洋芋，中午吃洋芋，晚上吃洋芋，你不是崇尚苦难教育吗？现在该你忆苦思甜了。上学那会，他们给我的生活费很少很少，除去生活开销之外，我只能吃馒头度日。1个学期下来，我面黄肌瘦，爸妈还得意地说，看吧，我就说钱完全够用。可我弟却是要多少给多少。我委屈地质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要狡辩说弟弟是男孩子，有些花销是难免的。看着堆着土豆，我妈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抹起了鳄鱼的眼泪。我老了，女儿就这样欺负我，呜呜，以前我多苦都过来了，现在却要受这个委屈。我冷笑，你说你小时候吃了洋芋都困难，我现在给你这么好的生活，你就偷着乐吧你。笑得别太大声。为了和这群吸血鬼划清界限，我决定搬去公司，能不见就不见。可天色渐晚，东西却越收拾越多，不知怎么地，脑海里突然就闪现出裴宁的影子。我掏出手机，公司的螺丝钉遇到点困难，老板有空吗？他好像早有预料。说吧，要我干什么？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不一会，裴宁的车就停在了我家楼下。妈妈一边看我搬东西，一边骂，你要滚就滚远点，这家早就不欢迎你了。告诉你，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你该供你弟弟，你还得供。既然你不肯出钱给你弟买房子，我们就把房子过户给你弟，你1毛钱也别想继承我们的。我就当耳边是狗叫，一句都不理他，关上了车门。车子一路飞驰，副驾驶里我问出了存了很久的疑惑，应该不会有老板无缘无故对员工好吧？我对公司的作用也没那么大。裴总，我咋感觉你想嘎我腰子呢？裴宁扑哧一声笑了，笑得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直在抖。于公来说，我早就想搞掉公司那些关系户了，只是一直找不到体面的理由。这不，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喃喃道，那于私呢？裴宁轻叹，贵人多忘事啊，我刚来公司那会比较低调，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实习生，我算是见识了这个公司的鄙视链。我不会用机器，一连问了几个员工，都是爱答不理，只有你主动过来帮我。我一下恍然大悟，记忆中的那张脸与眼前的人重合起来。我还请他喝了水，甚至还在他面前吐槽听说新总裁变态得很，让他加油。脚趾瞬间抠的，我已经找不到比现在更尴尬的时候。后来我听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就没再打扰。这不，听说你又单身了。所以他的意思是……我瞬间摇摇脑袋，好让自己清醒清醒。我这个将死之人根本就不用再想这里有的没的。搬进宿舍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好不容易躺在床上，弟弟的消息发了过来，给我10万，我要买车。理所当然的语气，就像我欠他的。我敷衍了一句 OK， 弟弟算你识相。我弟弟转啊。我好，可我就是没有接下来的任何动作。弟弟好就转钱啊，你磨叽什么？我发了个问号。他彻底破防，你有病啊，转钱啊。我悠悠道，你居然骂我，都说最后一个密码了，不转了。他反应过来，耍我是吧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发了个龇牙笑的表情包，算你聪明。他恼羞成怒，好，我会让你后悔的，你给我等着。没等2天，就看到弟弟在朋友圈炫耀豪车的朋友圈，爸妈基本被他掏空，普通贷款也差不多都把他拉黑，他买这个车借的只有可能是高利贷了。可爸妈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打电话过来道德绑架我。你弟不像你，可给我们长脸了，这债已经欠了，你不管也不行，打碎骨头连着筋，他是你亲弟弟。我直接把电话挂了。等我死的时候，谁还管什么骨头还是筋，全一把火化了，费那劲干什么？后来他们再打电话，我都一一挂断。一开始弟弟还发信息咒骂我，见一点都不管用，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求姐，催债的人来咱家了，逼着我们还钱，你帮帮我吧。他们把我车拖走了，可贷款还欠了一大笔，爸妈说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当了那么多年伏地魔，我早受够了。我充耳不闻，一概不理，直到我妈哭哭啼啼的给我发语音，你弟那个天杀的，把家里房产证偷去抵押了，这回我们被人家赶了出来，流落街头，我的乖女儿，你可要管爸爸妈妈呀。我还是选择无视，就是我以前一再的纵容忍让，才让我落了个20多岁患癌要死的结果，这苦也该他们受了。可我没想到，他们眼见我哪套都不吃，直接来我公司楼下堵我。公司没有员工卡或者预约，一概不能进。一连几天，他们就窝在1楼的待客沙发上，不挪窝，轮流盯我。有人问起，就开始无耻造我的谣。我那个女儿欠了高利贷不还，我们是来要个说法的。我们辛苦给她养育大，她个白眼狼说不管我们就不管我们了，你们说说，还有天理王法吗？她现在是舒服了，绑上了大款，我们一家子吃糠咽菜。说的绘声绘色，那些巴不得看我笑话的人围成一个圈，一边听一边笑。
我看了眼旁边正在拖厕所的保洁，拎起乌黄的水桶，朝着底下那群人就倒了下去。哗啦，哀嚎声遍布一楼，有人边呕边往外面跑。爸妈一抬头，看见我将水桶往旁边一扔，就要冲上来。裴宁站在我旁边，对着保安吼：“保安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”最后，他们被人墙拦在1楼，怎么都上不来。这几天我都是睡在办公室。再次从楼上望下去，这几个人一连几天毫无进展，明显的心烦气躁，没几句话就吵了起来，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。弟弟接了几个电话之后，开始对爸妈发脾气：“你们没本事生我干什么？再不还钱我就要被他们打死了，你们怎么那么没用啊？”妈妈眼眶青紫，一脸疲惫和失望，也压不住怒火了：“你个狗崽子，我们对你还不好吗？要什么给什么，你但凡争气一点，现在也不是害我们无家可归，你就是讨债鬼。”弟弟握紧拳头：“你再说一句！”我妈冲过去揪他的耳朵：“你是我生的，我还不能骂了。”眼见人群响起呲笑声，我弟只觉得面子挂不住，拿起桌子上的花瓶，朝着妈妈的后脑勺就砸过去。臭娘们，你凭什么骂我？底下顿时哗然一片，可我弟能做出这样的行为，我一点都不震惊。从小到大，我妈给他灌输的思想就是女人天生低人一等，我可以容她肆意践踏，不能有一丝反抗。可我妈忘了，她自己也是女人，在我弟眼里，她早已变得一样低贱。我拿起手机报了警，爸爸抱着妈妈不断喊她的名字，都没有反应。他痛苦地指着弟弟的鼻子：“你个不孝子！”说完就朝着弟弟冲过去。弟弟眼疾手快，捡起碎片就朝爸爸划过去。下一秒，爸爸捂着脖子，不断有血喷出来。所有人吓得作鸟兽散。公司楼外警笛声阵阵传来。警察将弟弟压制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还在恶狠狠地喊我的名字。我就站在楼上，对着他露出一个笑容：“杨瑶瑶，贱人，你毁了我！杨瑶瑶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像他这种人，生前会被审判，死后会下地狱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”警察带走了弟弟，救护车带走了爸妈，最后也没抢救过来。可我一滴眼泪都没有，我早就被他们杀死了。在前20多年里，我被反复揉捏，直到失去自己原本的模样。如今也算有个结局，我能心甘情愿地等死了。裴宁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别沮丧，未来的路还长呢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会陪你。”我抬头看他时，眼里都是泪。可我已经没多久可活了。什么？裴宁的表情凝滞。我得了癌症，医生说我最多还有1年。裴宁一言不发，牵起我的手，一路开车把我送进医院。离我复查的日子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所以也没来医院。裴宁把几乎能上的检查全给我上了。在得到结果之后，我俩面面相觑，等着医生最后的审判。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单子，嘴里啧了一声。我心凉了半截，估摸着肯定是又严重了。半晌，医生一拍桌子：“我这行医这么久，终于看到了教科书上的少数人，你这癌变范围居然变小了，未来如果继续保持这种趋势，再配合治疗，完全有可能康复啊！”我本来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完全放飞自我，现在却告诉我有可能会康复。我震惊地抬头望向裴宁时，他比我还激动。可能是你现在什么气都不受了，心情好了，免疫力也好了。对呀，生活中的孽障都除了，我反而什么都变好了。也许扭曲的家庭环境才是我的癌。周围的人熙熙攘攘，我瘪着嘴和裴宁相视一笑，泪水涌现。我牵起他的手：“那你之前说的还算数吗？”